小海，小海，小海，我来了，你在哪儿？小海，小海，小海，你怎么也来了？你怎么也在这儿？小海约我来的呀。小海也约我了，你看，小海，哎，不是，让我来找你吗？你怎么也来了？我有条啊，我有条啊，我有条啊来船厂找我呀，他约了我们小海。3个那小海呢？小海呢？他为什么会约我？小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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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海是你吗？小海，小海，你怎么也来了？是小海约的你吗？哦，对，在船长小海找我哎，你怎么也来了？你有条吗？我是他让我来的。每个人都发条啊，来了。那小海呢？小海肯定是有碰见事儿。没事，我们5个在一起就小海更能找到他了。来，不着急。小海，小海，小海，什么声音？他说救救我。孩子的声音吗？他好冷，你救救他。他是他的声音吗？啊啊啊！小海死了。没有，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小海，小海，哎，小海，他身上有水，好像刚从海里捞出来一样，你的衣服都湿的。探一下鼻息，探一下鼻息。没了。啊，小海，本节目由外星人维 C 水独家冠名播出，满足每日100%维 C，就喝外星人维 C 水。华为 Mate 80探案神器，全能 Mate 你的 Soul Mate。感谢华为 Mate 8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Mango TV 同步收看。更多福利线索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在超级现场解锁签名照、演唱会入场券。再看看旁边还有什么东西吗？这个船是为什么？他为什么会坐在这儿呢？那不是掉海里了吗？对，说到坠崖了吗？不是。是啊，而且之前找也找不着，他是谁把他搬到这儿的呢对？啊，他怎么能自己坐到这儿来呢？那他死了，谁让我们来的？对呀，是我叫你们来的，浪浪浪说，别叫我说，你们几个凶手在下边等着，我下来好好拷打你们一下。我们不是凶手，不是凶手，不是凶手啊！为什么说我们是凶手啊？你约我们来的你约。我们来干嘛呀？现在是 M185年4月1日凌晨0点钟。我的女儿昨天晚上说要出去找你们玩，我就在这儿等她。但是我却收到了她坠崖溺水的消息。对啊，我开船出海，看到她的尸体泡在海里，然后呢，我就把她的尸体给打捞回来放在这里。凶手一定在你们5个其中之一。不可能！为什么呀？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怎么可能杀好朋友呢？那你们昨天在干什么？他说出去找你们，你们昨天在干什么？我们在救鲸鱼啊！救鲸鱼？对，救鲸鱼，在哪儿救鲸鱼啊？在那儿何说的？有证据，有证据。你为什么指那儿啊？
我说和计划说我们一起救金鱼。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鲸鱼在这搁浅了，然后呢，我有一些关于海洋和海洋生物的一些知识，所以我就制定了一个拯救计划，然后我们就开始来救这个鲸鱼。那你们居然选择救鲸鱼，为什么不救我的女儿小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说出去找你们了，是我们是出来，本来我们要去玩。叔叔，如果不救鲸鱼，小海就死不了，对不对？对，我也还是怪他。是怪我，那你直接就把他给抓过去得了，跟我们没关系。而且我女儿小海她的水性非常好，对呀，她绝对不可能溺亡的。对呀，所以说一定你们5个人里边有一个人是凶手。淹死会水的，他肯定是他对吧？他干嘛？海里水抽筋了，就淹死的就是这种人。笑得有点开心。他如果是有水性不好，你昨天晚上去拍左耳了？左耳离心脏近，左耳离心脏近。甜言蜜语讲给左耳听，没有。节哀了，叔叔。那你们5个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何远航，我今年14岁，我是初2的学生。小海学姐是我的学姐，比我大1岁，我们是同一个学校的。这是我同级不同班的同学。同级不同班，我叫明日星，我今年也14岁。我叫熏情好，今年15岁。熏情这么好吗？熏情好还不行吗？熏情还有坏呢，双兄弟怎么开心怎么办？然后我们都是好朋友。谁跟你是好朋友？你姓熏可以，你为什么要叫好？你可以叫熏情坏。我的名字熏情好，一会儿我会很具体的给你解释它为什么叫熏情好。这位叔叔，注意一下情绪管理，怎么老挑别人刺儿啊？我女儿死了，我知道你女儿死了，她也是我的朋友啊，我们都很伤心。那你是？我是？那人家是血缘关系。我是大梦想，大梦想，我15岁。我是大梦想，你不信吗？我再给你编一个。你和我女儿什么关系？我叫大梦想，是真的。同学呀，你女儿特别好，算是我之前生命中一盏灯。他给我照亮了我的很多的灰暗时刻，然后你就把这灯给熄灭了。我不能这样，我自个儿灭我自个儿灯嘛。我今天将会用生命站在侦探旁边，帮他找出凶手。那我也贴在他身边。我希望你女儿能够得到特别好的人。不贴的这2个嫌疑比较大。哎呦，我贴了。他贴的慢，你叫跟贴，关你什么事儿？那这位大叔叔，你看，只有人叫我叔叔。叔叔。大叔叔，你节哀。我是小海最好的朋友，我叫戚满分，我今年15岁。为什么又哭？我难过呀，我被吓坏了，刚才就有点。昨天晚上。所以说你们5个是最后见到他的人，也是他死亡的嫌疑人。我好好拷打你们。来吧，朋友们，让我们来抽取我们的投票顺序吧。来，侦探给您。来，你戴手套方便吗？方便，来。外星人，只有3个，哪有那么多呀？外星人，维 C 水，维 C 水一喝到底，大侦探所向披靡。哟，请一起来一瓶小救水，怎么变成小救水？因为是维 C 了。哦，请一起来一瓶小救水，外星人维 C 水。干杯唱以后念出维 C 口令，一起见证身后维 C 补给站，点亮至100%即可抽取维 C 守护者，解锁独家3艘资格。维 C 口令是。满足每日100%维 C 就喝外星人维 C 水，亮。哦，后面再亮。对，它全亮了之后，这个每一个上面有个顺序，是决定最后的。它顺序在哪儿写着？在后下边啊。最后投票的顺序。对啊，懂了。紧张，你今天很沉默，你今天有身份。凶手这么紧张吗？那我拿了。来吧，来侦探，我就这个了。来，你要先拿吗？来，都行。
我是第4个，我是第2，我是第3。我太好了，新年得第1，太好啦！开心开心开心！我这个没写顺序的是啥？你这个就是最后有3艘，你是最后一个头，好棒啊你！厉害厉害厉害 OK， 那我们就去搜证吧。好嘞，耶！你们昨天晚上在哪儿看到我女儿坠崖的？我们在观景平台。那我们现在去观景平台看一看吧。来，侦探，这是那个鲸鱼。这书包都是你们的，对吧？书包是我们的，对对对。然后就是每个人书包不一样。哎，这有个手机，谁的手机啊？就我。你看小海给你发短信了。9点半说我在观景平台救命。对，所以我们才赶回来的呀。那不对啊，小海不是跟咱们一起上去了吗？对呀，所以呀，我不知道你们那撇发生了什么呀。待会儿来跟你们说，就是小海先出来了嘛。这是盒子包吗？回声计划。对，这个回声计划就是我迅速拟定的今天拯救鲸鱼的计划。您看，那个是我们本来一起玩的那个小木船，我们每次都在那儿玩啊。但是我们这次又约了一起玩的时候，路上看到了这个鲸鱼在这搁浅了。如果鲸鱼脱皮或者是温度过高，它就会死掉。哎，那么我有一个知识，就是你得给它身上淋水，给它降温，这样的话才有可能等到大人来把它给送回到海里去。我们现在急需要大量的海水淋在它的身上，别让它。我们可以用水泵抽海里面的水淋到它的身上。可是整个海滩只有一个地方有电源，就是这个观景平台。所以我们的计划就是一组人呢负责的是拿水管固定，同时还有人要照顾这个鲸鱼，然后一组人呢去仓库去取水泵来接这个水管。而仓库是在这边。大家通过抽签呢，我、七和明儿，我们3个人就被抽中了观景平台，就是负责照顾鲸鱼和拿水管。然后呢，小海同学还有勋和大，他们要去取水泵。小海就应该去仓库的嘛。但是我没有想到9点30的时候，我接到了小海发给我的信息，他说我在观景平台救我，我就赶紧跑过来了。跑过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小海挂在这个悬崖边，右手紧紧拽着我们已经固定好的这个水管。可是你注意，这么粗的水管，它居然就给断了。然后这个你看，这一看就不是它被自然拉断，这是平的耶，被割了呗。这儿一看就是切开的。对呀，这个是一个装置吧？这是我们装的吗？这当然不是我们装的。哎，盒跳海里看看有没有刀，里头肯定有刀。我觉得大离了比较近，他跳下去看一眼。好嘞，行，我走你噗啊！这边有刀吗？啊，他说没有。快，我给你拉上来，快，好，没有，来，没有刀，水弄掉，噗。但是你看到我女儿挂在这儿的时候，她是已经挂在下面了，对吧？挂在下面，然后右手抓着这个。那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没有断的状态啊。对呀，对。然后我们拉的时候它就断了，所以我不知道凶手怎么做到的。你一拉它就断，但是你看这个东西是插进去的。对。哎，可以拿下来。可以。然后这个石头好像也是插这儿。
插这儿的，你说说。这还是我船厂的。啊，你船厂的？这石头也是插这儿的，是拿这石头切的吗？这像个刀面儿。你这很利哎。对，那所以说应该很像是你们在这儿布置水管的人，在把水管放进的同时布置了这么一个环节。对，有可能。但是叔叔，我们3个是一直在整个过程当中是抱团的，所以可以相互证明我们没有做别的事情。我们3个在一起，那所以说凶手可能是双凶。嘿，3个人在一起，可能是3凶。一共5个人，整出3个凶手啊！我来当你助理。就是这样。我有个判断，我觉得那个信息应该不是我女儿发的。因为他如果拿手机在手上，他一定会先打电话呀，一定会叫爸爸呀。对呀，他打字是不是有点费劲？对，他本来不应该来这儿的。这是盒子包吗？观景平台。我收到观景平台，对。然后我女儿坠海也是抽出来的吗？不是，这个爸爸心里阴暗，就什么事都往坏处想。最大最帅的船，我将来会是最大最帅的船的船长。这是你愿望。这个臆想症好多年了，是吧？是最大最帅的船，还是最大最帅的船长？最大最帅的船的船长。哦，因为船最大最帅，所以船长也最大最帅。别看我现在不够高，我才14岁，我会蹿个儿。因为我跟我们同级不同班的小明是好朋友，我经常跟他一起打篮球，我一定会长个儿的。线索来了，线索来了，线索来了！你看，总有一天5个人都在船上，只有他在下边，总有一天他会上船。不是，这是我，这是小明，这是我。但是为什么不让他上船呀？多明显呀！这会儿站在船上，河是最高的，小明上船，小明就高了。哦，就是因为这事儿，是这个原因吗？不是呀，这个船上站得下所有人。不对，没有这个很有指向性。没有，这个线索就是指向我总有一天要当船长。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有个问题，你想当船长，但是我的女儿穿了一个船长的衣服，站在 C 位。哦，你是大副，对，抢你风头了。这是一个梦想，我们才初中。这是照片，怎么可能是梦想？你的不是，你都有销毁罪证，不是，你都有一张画，你看你有一张画都已经表明了，你总有一天要当船长，你没有必要再弄一个这个照片。我告诉你们啊，我的计划是什么？你看到这个船上是不是只有1个人，对不对？我要把你们全都杀了。什么？满意了吧？站在这么挤的一个地方，把所有窑都造了。全世界只有1个人发现了我在航海方面的知识和才华，这个人叫小海。所以你把他杀了。这个秘密不能被人发现。是他把我从孤独当中拯救出来，然后才遇到了每天乐呵呵、喜欢玩的心情好，遇到了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的7满分，然后遇到了画的特别好的大梦想和特别爱动物的明日星，我们6个才成为了一个小集体，天天在我们的小木船上玩。这是一个小朋友一起的合影，很珍贵的一个简单的友谊。因为小海是我们的精神领袖，他把我们聚到一起，所以他是船长，我是他的大副。但将来有一天我会成为船长，最大最帅的船的船长。这个是我的语文、生物、数学啊，这个也是你抽到的观景平台。这是啥？喂鸟的？喂海鸥的。他平时喜欢喂鸟，我就喜欢喂鸟。他喜欢动物。所以说我女儿在这儿的时候，你就在这儿撒了种子，让海鸥过来袭击我女儿，导致她坠海了。
就是你有那种臆想狂，我不能放过一点线索。他是我们都是那这个喂鸟朋友，他这个为什么要？这是我的一个习惯，他喜欢喂鸟啊，喜欢喂鸟而已。他的一个兴趣爱好。对。望潮第一中学周报优秀教师板块。哎，本周我们专访了教导主任名师，名师，他对学生严格负责，也以同样的标准要求在本校就读的儿子。他希望儿子长大后也能走上讲台，传承师道。完了，但是底下写的是那个谁不是找过你吗？怎么没跟他一组？哎，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啊？这什么意思啊？没看懂。什么鬼才伺候这个祖宗？小心有人回家打小报告，那咋了？谁让人家是好学生呢？深圳市学校是我家，有事找爹妈。我们的老师是他的爸爸，然后其他同学就看不上他，就觉得他是老师的孩子。觉得你学习好也是因为你爸提前把卷给你了，然后还觉得你会回家给你爸打小报告。但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我也不想成为老师。我的爸妈没有帮我，只是他们对我的那个要求比较严格。然后同学就会孤立我，觉得我的爸妈是老师，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可能有这层关系，一种偏见，孤立我，所以我才喜欢喂海鸥嘛。这跟喂海鸥有什么关系？因为动物不会说那个你会打小报告是吧？动物不会说那个你有关系，他觉得动物比人简单。就是学校里老风言风语的，你就烦，对不对？哦，对。哎，你跟我们好朋友啊，我们不嫌弃你，对不对？对，你们都不嫌弃我。那这些字说明就是你们写的。什么？你血口喷人，这个爸爸怎么回事？不要听这个坏人。这一期就是大家互相咬，是不是？对，尤其是他。哎，你能说了还有线索？所谓一人在水一方，他别想甩掉我，情杀了。什么情杀啊？你喜欢小海？你骚扰他，你不是喜欢他？我没有骚扰他，过度解读的。你这样，你稍微冷静一点。咱们能不能10句话再集一次，不要1句话就集。你听完10句话，集中的集一次，至少我们能把这个事情还原，好吧？你说你喜欢他，然后呢？我喜欢他，为什么喜欢他呢？是因为我不是从小被孤立吗？有一天我在喂海鸥的时候，哇，好多海鸥啊，很开心，非常开心。突然有一群学长把我书包丢到海里面，我就很害怕，我那边哭。突然小海跑过来，知道我那个书包丢到海里面了，直接跳下海里面去，帮我书包捡回来了。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奇怪的点，因为小海水性很好，他非常好。对，因为我女儿的水性非常好。对。因为那件事情就让你对他有了好感，对不对？有好感，然后你就喜欢上了他，喜欢他，然后你跟他表白了。没有表白，小海，我不认为他不知道。你没有跟他表白，他怎么会知道呢？他一定能感受得到嘛。那你为什么叫他别想甩掉你？他甩你了，是因为我怕失去他，因为他是校花，他太光芒万丈了。我只是一个自卑的普通人。我懂了。你看这个，他画的是在水中非常勇敢的去帮他救书包的小海，而他要做他身边那些，你知道鱼有一种鱼是伴随型的，有些小鱼它永远贴着一个鱼，他就想要做那条贴着他的那个鱼，永远不会甩掉他。就去死皮那种，然后吃那个鱼，就那种是吧？就是那种老伴随你的脚趾，然后嘬你那个死皮。这是从语文课本里撕下来的吧？为啥呀？因为我爸妈不是老师嘛，那早恋这个事儿对他来说肯定是那个接受不了的啊。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了这个东西，他就质问我，然后我着急了，我就说小海老黏着我啊。你不是还造谣？我没有造谣，我在我妈面前造谣应该没关系。你妈是老师，这有点没担当了。这个你就说我喜欢他怎么了？我不敢嘛。
然后我着急了，我就把它撕掉，我就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那个事儿，因为我怕我爸妈烦我。来吧，让我们看看你的书吧。我看这个7满分，初3一班。所以说，小海是我隔壁班的同学，我们不是同班同学，但我们是同一级的。我是初2一班，小明是初2二班。对对对，初2二班，你是初3一班，你俩？我也是初3一班，我初3二班，我女儿是2班。你这爸爸当的，初32班呀？你都不知道他是几班，我都不知道他初几。你好好反省反省嘛，真是。海珠路，哦，每个人都有一张嘛，来来来，每个人都有一张。早年弃家先祖海上就是先。这早年间呢，我们祖先呢在海上的时候出海救过一个神仙，然后这个神仙呢就你啥时候封的？没有，是真事儿，叔叔，我比你封的要晚一点。然后呢，这个神仙呢，为了感恩，所以他给了我们这个海珠路。我们整个这个小镇，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海珠路，就做这个糖水生意，然后一下子我们整个小镇都好了，火了，就兴旺起来了。所以这个海珠路是在我们这里是非常有名的。那请问为什么你说我明明可以成为那样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拴住我？谁拴住你了？我呢，在这个镇上呢是非常优秀的，对，他成绩特别好，很乖，很懂事儿，然后样样都很优秀。也是吃这个吃的？不是吃这个，这就是天生的，就是天赋来的。大家都说我会干大事儿，然后会考出去，去一个远的地方，可以做很厉害的事情。但是我爸妈不这么觉得，他们就觉得我就应该在家老老实实把我们祖传的这个糖水铺继承下来啊，而且他们就觉得我最好就是待在这个小镇里面，然后嫁一个好人家，平平安安的过就行了。但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我说我觉得我要出去干一番大事业，我要远走高飞，我要做大事情。行，好，基本上听差不多了。还有其他的吗？还有一把，哎，怎么还有一把？这把伞就是小海送给我的，这是小海的手作，就是他俩特别好，很好的朋友。你还有害的，满分都是这么来的。纯讨论。望潮峪第一中学选举学生代表，听说选上的人可以担任1年1度岛上运动员举牌员，最美校花 vs 老师学霸，你支持谁？最美校花是小海。然后下边一巡老人，不知道左边的颜值很曼妙。说小海，我认识校花，上次不小心摔倒就是她送我去的医务室，真是人美心善。学生代表还是应该选成绩优秀的学生吧，我支持学霸。右边这位太土了，让他举牌真的丢死人。说他那也戴眼镜什么的。所以说你也看到这个了，你还把它截图了，那你就因为这个事儿把他干掉了？不是，我呢就是不是一直想远走高飞嘛，然后我现在初3了嘛，然后初3下学期老师告诉我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他说有一个名额可以去国际的一个学校去读书，送到国际去，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说我要争取啊，但是呢是我和勋有这个机会。你其实是要杀勋。不是，我正好要努力呢。然后结果呢，学校呢就跟我说，有一个举牌的一个，就是学生运动会可以举牌的一个资格。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去国际学校有帮助呢。我是觉得举牌啊，举牌跟国际学校有，等于社会实践，社会实践啊。然后所以说我就想努把力。其实小海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我看了这个论坛，我才知道原来小海也去就是参加了这个比赛，但是他没有跟我说。然后我就看到网上这些事情，说实话，就是我多少心里还是会有点不开心，不是特别舒服。
但是这个跟我女儿没有关系啊，不是我女儿说的呀。是。等一下，他这还有一个啊，这个也是你抽到的观景平台。观景，哎，不是，哎，哎，你怎么是仓库的？你换纸条了？我跟小海换了一下，本来小海是要到观景平台。本来小海要来观景平台，但是你跟他换成了仓库，所以说小海变成了去仓库。对，我问了一下小海，他抽的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私下换了一下，然后小海就同意了，是我要求换的。那你为什么要来这个接水管呢？你为什么要跟他换呢？那我们现在去看一看那个船吧，去看看以我女儿命名的小海号。小海号，这我们秘密基地。你对我女儿的包能不能温柔一点？这谁的包？这是小海的小海的包。啊，你凭什么在这里扒拉？陪你。他说是我看错他了，他是不是喜欢我呀？这是你的吗？这不是我的。他喜欢你，他喜欢你这事儿，他自个儿知道吗？哎，看那边。这个是谁的？这是你的吗？鱼。这是我送他的。哦，是我看错他了。你做什么了？是这样的，我那边有一个课本，不是有一个写着那个在水一方嘛？我就跟我妈说那个，说是他一直纠缠我。完了之后，当天晚上我约了小海在楼下见面。送了他这个手链。对，那你告诉他你跟妈妈说的事儿了吗？没有，而且那天他特别奇怪，那天他迟到了非常久，他从来没迟到过的。然后那天对我的态度也就这样，哦，什么东西啊？拿完就走了。然后我就开始默默的关心他。怎么？你跟踪他了是吗？没有跟踪，我就是尾随。尾随不如跟踪。沟通也没有很好。我就是随从，大大方方的跟着他，大大方方跟着他。你没有鬼鬼祟祟。然后他见了非常多新的朋友，不是咱们，他不想跟我做朋友了。啊？他这会不会被小海知道了？我的判断其实应该是我的女儿小海，她其实可能提前到了，她在门口听见你们的吵架内容，所以她才生气。其实她已经听到你跟你妈妈说，其实是她在追我。对。然后所以说她回去之后会说，其实我看错她了。他肯定是知道了，不然他不会有那么大的转变。对了，那你这个爸爸也不行啊。因为小海的书里面说，真羡慕鲸鱼可以自由自在去想去的地方。你又不知道他哪班，你还不给他自由，那他所说的自由是什么嘛？你确定你是不是他爸呀？哎，你说不定真不是他爸呢。对呀，你一直戴着手套，什么鬼？对，养父。你是不是其实是鱼？对，我是驴，他是鲤鱼精，鲸鱼精。我说的是鱼啊，我没有说驴啊。那是啥？什么东西？进口水果。这是熏的罐子。哦，里面有纸条哎。嚯，好样的！什么东西？里面写的啥？看一下。初二下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单，第一名请好，第二名7。不对呀，不对呀，是7成绩好，怎么熏还赶上了呢？对啊。而且他的排名是猛地上升了10名，哎，对你下降了1名。没错，你不是一直成绩很好。
这要追溯到有一点早了，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非常不喜欢勋。哎呦，因为他这个人吧，就是有点奇怪。他除了喜欢玩之外，他很搞笑。他平时就很喜欢这种，空气投篮，来不来就，然后帅啊！而且他平时借我的东西也不好好还，就要拿这种方法，就是投进我的，就是各种的什么文具。那他投的准吗？并没有很准，并没有很准。不对，你为什么在乎的是并没有很准？然后呢，他平时就各种的，就是到这儿弄弄你啊，或者是欺负你啊，就这种那他照着肯定是喜欢你啊。没有，他就纯痞，然后完事欠痞帅，我就很不开心。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呢，突然之间有一天，他的成绩就一下子变得很好了。哎，他从垫底一下子变到11名这么多。你知道这个罐头是怎么回事吗？就是我们在期末考试的时候，因为那天我身体有点不舒服，我就觉得我胃疼，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那个罐头，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原来还有点暖嘛哈，然后我就很开心，我就吃了这个罐头，因为就说罐头不是生病吃罐头会有好处嘛。对。然后我吃完了之后，考试的时候上吐下泻，拉到不行最终成绩出来就是现在这样的。啦啦队，他变成了第1名，我得了第2。我这辈子从来都没有得过第2，我天塌了。他是起满分吧？对，所以我就崩溃了。我觉得他这个人完全就是为了让自己一下子好起来，给你下套，给你下药。没错，然后整个人又不怎么地，然后我就整个就很气，我就把这个成绩单给抓了以后，然后放进这个瓶子里面就直接给甩了。所以你不想去仓库的原因是你不想跟他在一起。对，再加上我们也有竞争关系，我们有一个人要去国际学校，我就不想跟他在一起，我就觉得那小海你抽的什么？小海就说他是观景平台，我就跟他换了一下。你为什么给人那个拉肚子的罐头啊？我没有给他，他自己身体素质不行，你怪罐头？你说啥呢？看这个保质期，不是他保质期。开封后3天后必须吃完。你看这个保质期到12月31日，它没有过期，是个好罐头。你纯自己身体不行，所以我就问你，你纯自己身体不行，那你给我这罐头是啥意思呢？就让你吃点舒服吧。结果你身体不行，你不能怪我呀。但是你开罐头的时候呢，你是打开的时候它是完整的打开了，对吧？对呀，我就把这个罐头。那你也不可能分了3天吃的呀。我就当下吃完了，当场吃完了。你看你也挺大一罐的。多了，纯是对你的一种关心，没有啥。是真的吗？是真的，没有啥。上吐下泻，你可别闹了。你身体素质不行，你不能怪别人。我身体素质可好了，我样样都好。我是3好学生，3好学生。哎，稍等。箱子。这是在渔村靠海生活的人，蔬菜水果吃的少，每天摄入维 C 是至关重要的。外星人维 C 水1瓶满足每日100%维 C， 低糖轻负担，大家都爱喝。酸酸甜甜的，好好喝。就是说但是这个是有一个图哦，这是一个图，我们要观察这个图里边的维 C 水，然后将这个维 C 水在指定的区域依次排放组合，就能得到密码来打开盒子。这盖儿，这是盖就竖着放。我知道，这样摆，我知道了，因为我是7满分嘛，所以这样子摆。这样100%。这是百分号，这是百分号，对，对不对？这是100嘛，就是这个100%的意思。哇，好快啊！你也太快了，好厉害啊！想想都不想嘛，就直接出答案嘛。因为我是7满分，确实，哇哦，你看看，他也只能考第2。哇，看看你这罐头。你在说什么，轩？那按你这个摆法，它的密码是什么呢？100%嘛。好，我来试试啊。开了。
OK， 开哎呦照片。爸爸在的时候，总会记得吃饭时给我准备外星人维 C 水，把我照顾得好好的，我好想他。你看，你不是他亲生父亲，我感觉。叔叔，他说我好想他。爸爸，你在天上要好好的。妈妈改嫁了，不过你放心，我会一直陪着她。就说这个人不是真爸爸，不是真爸爸。这爸爸在天上了，你不知道这件事吗？你不可能，你不是小海爸爸。那我确实是他爸呀。爸爸，你在天上要好好的，你去天上了。妈妈改嫁了，改嫁了。不过你放心，改嫁给你了。哦，5年前。不过你放心，我会一直陪着她，陪着妈妈吗？陪着妈妈。这照片上不是你，你不是他亲爹，继父。这是小海没错嘛，对不对？是的呀。这是不是你太太？你看一眼，是不是你太太？你自个儿不认自个儿媳妇儿，你没失忆啊？关键是想爸爸了，想喝维 C 水了。爸爸和维 C 水都想了。哎，船厂其实是他亲生爸爸的。对呀，你想得到他亲生爸爸的船厂？你这个船厂叫浪里个浪船厂。我叫真大浪，有没有可能他妈嫁给我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船厂的老板了？哎，那咱们继续找吧。来吧，咱们去仓库看一看吧。我受到打击也很多呀。尸体是溺亡的。他身上有什么吗？没有。哦。好，我们去仓库看一眼。我们去仓库看一眼吧。走，仓库在哪儿啊？从这边走，老师们。是。备用手电筒。哎，还有一个手电筒。对，能亮吗？用完请放回原处。哎，开不开了这门？还是不用心，用心也不行。然后那个不知道真的开不用力，用力真不行，锁住了，反锁住了。有没有可能他需要用钥匙？你有钥匙啊？钥匙哦，你有，这是我的设定啊。来吧，那小海他有备用钥匙。对，请进。朋友们请注意，这是一个超隔音仓库。对，就是说在这里听不见外头的任何声音。是超隔音。嗯，咱上楼吧，因为我们仓库主要是在2楼。啊，这还有个开关啊，这开什么呢？对，这个开关当时坏掉了，是大人们来修好的。坏了，这个坏了。来，走，老师们走。近期因船厂部分电路设施老化，使用大功率电器极易烧断电闸、保险丝，导致断电，影响正常生产，且存在着安全隐患。即日起，严禁在船厂内使用暖风机、微波炉等大功率电器。一经发现，将立刻没收并暂存于厂长大功率电器真大浪办公室。我们来的时候，那个电闸是断掉的，这个里面是断电的。而这个地方是不可以用大功率的电器的，所以有人在这里用了大功率电器，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哦，就我抽的就是这个嘛，厂长仓库嘛。对。你10岁的生日留影，但是你拿着一男一女2个玩偶，你是有一个妹妹，还是一个？就是我为什么叫熏情好呢？
就熏请好，主要是分女和子。哦，就我爸妈给我起这个名，主要是让我以后生孩子。就是说，请你生一个女，还有一个子，就是生就要让我生孩子，生好多孩子。因为在我们这个渔村，其实是很传统的这种概念，就是多子多福的观念还是蛮根深蒂固的。这个本儿胯下运球加空气投篮不行，把拉风的外套搭在肩上走路晃悠带风也不行。借文具然后精准扔回文具盒里，怎么又不行？一口气喝完一瓶水，然后把水瓶捏扁，远距离投进垃圾桶，到底什么能行？成为第1名才是王道，这么努力啊！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力，我还以为这是他为了以后，他为了第1名。因为我看见戚同学，我发生了一种美好的情绪。然后我就想吸引他。用了各种方式呢，就前面那种方式都不行，结果也没吸引他。不是你这些空气投篮呀，然后喝完一瓶水，这个不吸引他，吸引兄弟，就是是吧？这些都是吸引兄弟用的呀。兄弟们觉得大哥好厉害。然后呢，我找了学习好，从那一刻呢，我就开始好好学习，然后也看着拿那个成绩单拿了第1名。但是呢，我给他吃那个罐头，真的不知道，真的是觉得他难受，想给他一个罐头吃。我相信，我是关心你，给了你个罐头。你的罐头为什么他是真的他身体不行吗？你之前完全没有碰过是不是？没有，不是之前我刚拿到的时候，哪来的那个罐头？我姐姐给我的，然后我一吃完，哎，我觉得挺甜的，然后我就把这个拧上了，又送给他。但那个罐头打开之后，接触空气3天之后就必须要吃掉，如果不吃掉的话，那个罐头就不能。但是我那天确实身体不舒服，但他不知道，他可能刚好又拿给我了，然后我就刚好又吃了，对，然后就形成了一个误会，就是好像我为了给他下药。然后还有一个校园公告，经多轮筛选与综合考评，学生代表选举正式进入总决赛阶段，就郑湘海和7满分。但是你在这个部分底下写了一个，我一定会帮你实现愿望。是。请问你帮谁实现愿望？帮他呀，因为你看候选人有2个嘛，对吧？就是那个候选人有2个。然后我就用各种的，比如说我各种好吃的东西啊，我就送给大家，然后就是让大家选这个7满分。那我知道了，因为我在学校是跟大家接触不多的嘛，就是平时是比较孤僻的。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下定决心想要争取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去找很多陌生人给我投票，那个是我做出了我觉得非常大胆的举动了。我觉得平时都跟大家没有交集，但是我发现这些陌生人很有善意，就是他们就不认识我的好多也都给我投票，所以我当时觉得很感激。其实你后面有一个助攻，对，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但我就觉得他人很好。那你能不能原谅他呢？误解解开了。但是我还有个疑问，勋同学，你为什么可以从垫底一下子变到第1名？这就是你不要低估，你不要低估他对你的情感的能量。对，他真的就这样自己考上来了。哎，但是考上来对我伤害多大？他要的只是让你注意到他。是的，了解吗？不，但是我这样我会你是不是注意到我了吧？原来看我都不看我，但是我起码讨厌你了呢。那也没招啊，那我是他要的只是你注意啊，因为只要注意到我就行。我们是竞争对手。因为我看见戚同学，我发生了一种美好的情绪啊！不要我接受不了我第2名，他只要注意到我就行。考上来对我伤害多大？可是你不是应该更想要待在他身边吗？你为什么志在必得？就是你要在跟他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不是你去国际高中，那你不就离开他了吗？对。不，因为这样，就是这是一个保送名额。对呀，就本身他的实力是很够的，是可以考上的。但我如果拿到这个保送名额，我就一定走出这个渔村。行了，我们看看大吧。好，看看大。你是船长仓库。对，我们抽的这个事儿。宝好可爱啊，大宝。你的这个是个啥？哇，这是什么？快看看吧，快看看吧，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的什么人吗？换了，这皮怎么这么……快看，我那张图叫做《灵晶粤海图》。哇，画的好好啊！这有创口贴，这男的？不是，这是我太爷爷画的。爷爷那个时候就有创可贴啦。对对对。
那你为什么要把它撕了呢？又把它拼起来？咱就是说，你听我娓娓道来呀、您说说，哎，来，就是说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画画，我太爷爷永远画画都是不失水准，我根本就是画的不行，然后我就一直练，为什么他撕了？就是我跟我家里人，我爸我妈的问题，因为他们真的很讨厌我画画，他们就是说你不能学这个，你要去学点有用的东西，这个画画不挣钱。这里面还有好多这个呢。爱哭鬼，哭鼻子，哭着找妈妈要糖吃西。这大梦想怕黑黑，晚上睡觉要陪陪，灯一灭哇哇叫，抱着小熊找妈妈嘻嘻。这啥意思啊？就这个非常关键，因为我特别怕黑，我超级的怕黑。然后就是说打酱油都不敢去，然后但是重点你知道，因为酱油是黑的，酱油是黑的。然后呢，然后我在班里头就被这些人欺负嘛。然后这时候谁给我光芒？小海，小海，为什么那个你看那张照片就来了？为什么我们这个小船是怎么来的？这是友谊的小船。大灯，小海号。他给你打灯，你在那画画。对，就是因为我喜欢画画，然后我又特别怕黑，然后所有人都欺负我。你白天画呀？我是白天不可以画，因为家里人不让他画。对啊，我那阵儿就说躲在一个小船上，一个废的船上，然后我去那个自个儿画画，就是因为我觉得躲开所有人，然后我觉得很孤独，然后但是到晚上了画不了了，这时候我就害怕了嘛，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这时候一点光出现了，小海给我打了光，然后就觉得哇塞，还是有温暖。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俩就成了好朋友。你看小海跟我们的关系其实都是好的，所以我不相信我们中间人除了他，我排除你的嫌疑了。为什么我呀？因为你只有小海跟他在竞争嘛，你要力保他嘛，你还帮他去拉票，但是我觉得这太牵强了。但是也没有致命的，不是我没有机会都。我是进来取这个东西，不是让我来取吗？对，水泵。因为我是这样，我就跟这儿够这个，因为那时候个儿没那么高，然后就够完之后，你一晚上一下就把它就砸下来了，砸晕了。砸下来之后，这个东西立马就掉下倒了，然后难怪都掉了，然后我就砸到了这儿，相当于，然后我就懵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会儿我就晕了。对，等我醒的时候，就我爸我妈在医院，我在医院醒的。那后来的事我来补充啊，接下来就是小海说让我看着他，他先出去看看。然后小海走了半天之后也没有回信儿，然后这个我们大巡眼看就要完是吧？然后那个就是脸已经苍白了，然后我就赶紧下去，因为刚才你门口不是看见有一个手电筒吗？对，就是那个手电筒。我下去的之后，刚一下到1楼，整个屋就黑了，然后我就慌了，断电了。断了之后，我就在那儿就是一直就那儿抖，然后但是这时候我听见有人敲门的声儿，我们对，但是更神，因为我一敲门，我就觉得有希望，我叫救啊，没有人听得见，隔音，因为是超隔音的，结果这事儿就尬在这儿了，就这么个事儿，门也反锁的。我们后来找了你们来，是你帮我们开的门，对，后来你们帮我开门了。勋是谁救出去的呢？勋是我们大人们一起救出去的。对呀，你忘了吗？那不是，但那个时候你们在观景平台，然后看见我女儿其实已经掉下去了，我们就你们其实不是为了救他们，你们是过来要对通知他们小海的事情，找大敲门是没有，是分了公明是去找家长，我去找我家长。我没有找到你，我去你家找过你，但是没找到你，我就回家找我爸妈去了。我让我爸妈他们俩自己出去，让我待在家里边了。然后我就回家找我爸妈，他也去找家长，因为我们要找大人去救。对，那你呢？我是来仓库看他们俩去哪儿了。因为首先第一点，为什么仓库的小分队的小海会出现在观景平台？这2个小伙伴怎么样了？我们也不知道。对，所以我们分了3条路。那所以说我女儿去观景平台原因是因为你们2个就是她受伤了，然后她就找人来求救，她要去找你们过来求救，看看她。对，不一定。是这样的，首先呢，
我们3个是全程在一起的，他们2个就在一起。但有一点呢，就是他中间晕了，所以不知道大做了什么。但是大呢，他这个怕黑的这些东西是有证据证明的。对，所以呢，当黑了之后，他在这屋里，而且锁死了，这个也是后来可以印证的。对，就是回家之后告诉我们小海坠海了。走吧，去我办公室吧。小朋友们，大家一起去我办公室聊一聊吧。哦，哇，有椅子，太好了，这个屋好。大家先请坐。我们起来。以这个，哎呦。搜一下，先别看到有座就坐下了。哎，华为，哎，探照灯说明书，厉害，是那个高功率的那个吗？使用说明用于安全导航和危险警示，可作为远距离灯光信号通讯设备，向海上船只传递信息。这儿还有个这个大功率的暖风机。哎，这个电脑里边其实大家什么都没有，我们看下一个，肯定有暖风机，我来着。咋还有我的事儿呢？有钱佬，你看啊，其实刚刚我们大梦想他的那个画里那个灵晶啊很重要。哎，为什么？因为灵晶是传说中能带来财富的，所以一个有钱佬就跟甄大浪约好了，要给他提供这个灵晶。那么他跟他通了4分钟话之后，他说不好意思，我办公室信号不好，我上天台给你打语音电话。请各位注意，这就是昨天晚上9点02分之后发生的事情。有钱佬直接给他付了5万块钱，定金付了，我已经派捕捞船过来了，赶紧给我开探照灯，告诉我灵晶的位置。刚刚说话的那个小女孩是谁？我钱都付了，怎么灯还没有打开呀？2分钟的语音通话，今晚不卖了，怎么又突然挂我电话？有什么事儿这么着急？这是发生在9点35分。刚才说话的女孩是谁？是什么意思？小海。那所以说你跟小海碰见了？是他说的，他说谁呢？哎，对，他问你啊。对啊，所以你应该跟小海是碰见过啊。有可能你因为某个原因失忆了，是有可能的。啊，那有可能你也遇到了一个什么事情，让你把这段忘了。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别的。我的天！班主任，班主任，这是昨天的上午11点半，班主任在他跟浪浪叔的这个聊天当中发来了女儿的卫生保健室的诊疗单。就是小海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在体育课，他的右手拇指和他的无名指韧带拉伤，无法发力。可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用右手拉的耶。对啊。小海爸爸，请注意照看他，知道了，怎么这么不小心？但是你们不是看见他在那里挂着吗？9点半到9点35之间。之前我们是看到他吊在上面，然后看到脸了，他掉下去了。对，肯定是小海。待会儿等待我们的致命一击。你搜到东西了？还有致命一击呢。翻开就有了。使用说明。OK， 他为什么要去卖那个鲸鱼？ 20万。
你欠20万怎么说？我不知道啊，不用不知道，你行，你好好你跟要债的也是这么说的，你不知道啊？什么不知道？对，另外你什么时候还钱？我不知道啊，不知道。甄大浪欠了20万，他是不是因为这事儿要去弄那鲸鱼？现在我觉得甄大浪身份非常不错，他是坏人。我还有音乐，什么意思啊？啥东西啊？这是有用的吗？这有啊。哎，有，经常很晚要来厂里紧急加班。vlog。哎，怎么又黑了？我这个角度什么都看不见，黑的。因为确实是黑的。你别看，你害怕。哎呦，还真是，哎呦，黑看不了。哎，等一下，我有光了。哎，我什么爬出来了？是一个手在拿东西，手在拿一个，这是在红外的一个东西。他手里拿了个什么灯？好吓人！是一个小红外的一个东西。拿了一个，你看，有一个人的手。这是哪个时间？一样的。啊，31号9点38分。9点38分。38分，小海都出事儿了。9点38分。9点38分，这是你录的？不是，这是郝维西录的。就他每天都会发那个像视频一样说，哎，今天我什么，他发在网上，但是他就录到了一个9点38分的时候，有一个人在门口车的位置的顶棚拿走了一个小红外灯。是这样，咱们大概几点钟？整个案情开始发生是几点钟？我跟七跟明，我们3个一组，从9点钟开始出发。我们先去杂货店用我们的零用钱买了这个水管，大量的这个创可贴，还买了手电筒。然后呢，我们先回到这个平台，先把水管绑在旁边的柱子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另外一头就开始倒，我们就到沙滩上，然后把水管扔到海里面去。我们用创可贴去救护了这个鲸鱼，有伤口的鲸鱼。然后救助鲸鱼的过程当中，在9点30分的时候收到小海给我发来的短信。这个35分的时候，我们就分了3路，然后我去找你，然后他去找大人，去找家长们，我去仓库找他们俩。这时候我来到仓库之后，门是锁死的。对。我喊有没有人，没有人理我。这个时候在船厂工作的郝维西姐姐来了，我就告诉她小海坠海了，我很慌乱。这个时候大人们就陆续来了，包括浪叔叔。浪叔叔用钥匙打开了仓库，我来的时候这个闸坏掉了，跳了，是浪叔叔他们大人给他修好的。反正我下来1楼的时候突然变黑的，来的时候是有光的。发现了大和勋在仓库里。大很慌乱，勋还受了伤。然后呢，我爸就跟我说：“你回家等消息，大人们赶快去找小海。”我回到家就收到了一个纸条，说来造船厂找我，小海。是，我就来了。我们都收着那纸条了。对，那纸条是我写的。你写的？对啊，我叫你们来的呀。但他为什么会坐在这儿呢？可是他不是掉海里了吗？谁叫我们来的？是我叫你们来的。我9点02分的时候，我在我这个位置拍到了鲸鱼的照片，并且把这个照片发给了这个有钱佬。相当于9点06分到9点10分之间，我在天台在打电话。9点半是已经给你们印象小海是遇害了，掉下去了，对吧？没有，9点半收到的短信，然后你就去了，然后我们9点35走的，我们9点35去找人的。那所以说9点35之前，你们在那里就已经看到有一个35就掉下去了，然后35掉下去了之后，他们立刻就让所有人都分头去找了，对吧？然后在38分的时候，这个人就又用了一个什么手段，然后或者是给拿走了一个东西，啊，对。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有什么地方可以看一看？天台吗？走，我们去天台看一看。去什么？去哪儿？三轮车和天台，就是天台有个车。刚刚那个拿那个等等，我要烟牌。这是什么梗啊？一个电影里边的。牌没有问题。我要验牌。那朋友们，我上天台。你上吧。哦，行，那你去吧。我去天台看一眼吧。那我们去看那个车。哇，真是哦，真的是天台，真的是很高的。你看，哇，上到那上面。哦。那个车在哪儿啊？看那车这儿，在这儿。哦，车啊。啷里个啷，车灯有问题。所以那个东西本来是在这儿的。对。这个是大功率探照灯，它拿东西的位置就是这个车的顶上。对。所以这是可以上去的。是可以上。感应路灯，感应到行人经过时自动亮灯30秒，运行时间每日9点半到凌晨。这个车被开到观景平台过。他开到那个整个悬崖上边啊。开上去。几点钟呢？9点，9点16到28。我们3个的眼睛是在哪儿啊？没有，我们在金鱼那边看不到这里发生的事情。9点16到28是吧？对，是不是它能运一个什么东西？关键这个镜子是干嘛用的呢？这是个全景的镜子。朋友们，楼上除了一个能量的探照灯之外，是什么都没有了。再找找吧，我们。哦，这个啊，货斗称重记录，使用时间短时间内重量的轻微变化忽略不计。85年3月31号9点的时候加了50.8千克。就是运人，就运人。9点就加了50千克了吗？啊，9点10分的时候加的，9点16分的时候丢掉了。可是它是3月31号，就是今天，对的。可是9点16他才从这出发。哦，不对，他9点16已经停在了观景平台了，这停。对，人已经丢在那儿了。对，16丢出去了。所以说9点10分的时候，他到这儿，那就开车运尸体呗，是这意思吗？或者运一个什么东西？这儿没有血啊。没有。而且9点38分那来这个车上取走那个小红外点是什么东西啊？对，不知道是那个小红外点儿。我们进办公室梳理一下吧，好不好？侦探，那个刚才，小明你说，85年3月31号9点10分的时候加了50.8千克，9点16分的时候丢掉了。我发现货斗上面的体重显示是50.8千克，电脑里面诊疗单小海的基本信息正好也是50.8千克。50.8，就是他那个体重一定是小海。看一眼那个行车记录仪，我要再看一眼。你0点到9点15分的时候，车一直在停车位。他是16分到的观景平台，就是1分钟。1分钟15到16，在观景平台停到了9点28分，对吧？对。 9点29分的时候，车回来之后，有人拿了小海的手机给你发信息。30分发的信息。30分。 OK。而且能证明小海从9点
10分在陡上之后就一直没动过，直到9点16分，三轮在平台停下之后把小海从平台上挪下来了。是这样的，不但没有动过，而且在他的斗上并没有发生任何的争斗，或者另外一个人上去，只有他自己在那儿。他在那不动的情况下，两种可能：摔晕了，或者已经走了。是。哎呀，小海就是被拖上去，已经死了。因为他人走了之后，他挂住他的假装挂住他的右手，他不会痛。他的右手拇指和他的无名指韧带拉伤，无法发力。可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用右手拉的耶。他上车的那时候他就已经死了。所以小海应该就是从上面坠到车上。我的第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那么粗的水管会断掉？第二个疑问是为什么上面有一个边缘那么锋利的一块硬的石头？而且那银色的装置是什么？对，我想了一下，它长成这个样子嘛，它保证这个水管不会移位，就算我们拉，它也只会上下挪，所以它一定会在这个石头的这个卡的缝上，它就只会在这断。对。看来这一切都是凶手做的机关。你们是相当于9点钟去在那里分完任务之后就散开了。对，在38分的时候，郝维熙姐姐拍到的是什么呢？我是觉得应该是小海给我们每个人准备了一个属于我们这个秘密基地小分队的一个吉祥物和身份标志，做成了一个小船的徽章，但是每个人颜色不一样。这个是在那个12月31号给的，去年跨年那一天给的。我的是紫色，我是蓝色，我是粉色，我是绿色的。你是什么颜色的？我是棕色的。但是小海的是荧光的，荧光的。小海自己抽到隐藏款，所以38分的时候，凶手发现那个东西在发光。哦，荧光哦，就是。所以他38分的时候，他伸手去拿的，在车顶。也可能凶手并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但是知道有可能是从小海身上掉下来的。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知道这个东西是小海的。如果说这个车留有小海的痕迹，那么就会说明他来过这个车上，他要拿下来而已。我们5个没有这个能力能完成这件事儿。那个打电话的时间02分，他打电话4分钟会变成06。对，06到10分嘛。对啊，这时间死了。那就一定是他爹给他推上去的嘛。对呀。现在只有浪浪叔有时间。就现在所有矛头都指向他了。他手受伤，这事儿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他没点开这个看，他看着下面这个了。所以你这里有很多信息是断裂的，你不觉得吗？我不是断裂的，我是消失的。现在侦探呢没有记忆，对，我只能说我们3个那个时候正在跑着买东西，我们3个是不可能出现在天台和小海相遇的。对，这一点是确定的。在天台的只有浪叔叔和小海，没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继父这个信息他并不知道。对，所以他一开始的所谓对小海的这种强烈的父女的感情，其实可能要打一点点问号。你是继父，他自个儿不知道。楼上的那个强照灯它是可以开的吗？可以开，现在还可以开。现在也可以开，那不是？也就是说，插这个灯上面的探照灯能用，会黑的只会是仓库。我觉得后来插这个是为了让，为什么要让仓库关灯呢？如果小海已经离开那儿了，非得晃一下神，仓库关灯只有你怕黑，就知道我为我这量身定制。那这就关灯的动作可以把他们固定在那里，你已经伤了，他不敢走，就为了固定你们2个。我怎么知道房间里边的2个小朋友，第一个小朋友已经晕过去，没有办法任何能力了，第二个小朋友纯怕黑，一黑他哪儿都去不了了。
我要非常明确的知道，因为如果说屋里边你其实醒着的，或者说屋里边我知道他其实不怕黑的，我这个行为没有任何逻辑。确实。哦，他去找你的时候跟你说，爸爸他们去弄那个水管了。我知道你怕黑吗？他怕黑这件事情是这个镇上，从我们看到那么多飞机的，应该是镇上都知道，已经把它编成了一个童谣。大概9点10分左右的样子吧。然后你在里边拿东西的时候，啪你就晕过去了。没有，我们是之前02的时候进到仓库了。我就被砸了，被砸了之后就晕了。小海就出去找人了，小海出去找人才能给你那个电话。应该就相当于9点10分的时候，小海上天找到我了。没有，应该是9点6分的时候。你在第2个电话的时候，那个有钱佬得听到那个小女孩的声音。对，没错，听到。这个时候你才赶紧挂了嘛，对不对？所以是9点10分以前。对，小海曾的调查上，他是怎么确定我在天台一定是听到我的声音？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一定已经在讨论怎么样弄灵晶。天台的探照灯还是可以用，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钱佬并没有接到探照灯的指引，就说明在小海和爸爸当中产生了一些争执，甚至有可能是一些推搡。如果说我们俩发生任何争执，一定是特别急促且紧张的。对，确实就是这样。9点10分，我电话结束完之后，是他给我发了钱，说定金付了，我已经派船过来了。5万块对我来说是救命钱吧？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没有灯，我就一直没有再开过。等你闺女死了，你就慌了。这你要处理她的尸体了，因为你是继父。他调到车上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和有钱佬完成交易，因为你要先解决这件事情。这么说吧，很不幸，很有可能这件事情是你做的。对，你就把你自首这些事儿写清楚就完了。我觉得有几个疑惑的点啊，就首先第一，9点10分的时候，小海已经吊在车上了，对，吊在车上完之后，中间这有5分钟的时间，全部从我的嫌疑来说，我要从楼上下来，然后确认他死亡。临时事件的情况下，我怎么样想办法来处理这个事情？我开车9点16分到了平台，就把小海的不管是尸体还是小海本人，你要做机关，我要做机关。这个时候你们起码已经把观景平台的水管装好了，当然。对吧？那个石头那些东西，对，我就临时想，那我9点半发信息的这个行为非常像在做不在场证明。哎，我全程不需要任何不在场证明，没有人会遇见我，没有人知道我参与进在这个环境里边。我9点半多余发这个信息，让你们去平台上看见我女儿，然后她坠海的原因是什么呢？说白了，我把她扔到海里都没有关系的。但如果我们亲眼目睹水管断了掉到海里，那它就是意外。对，就是想制造意外。但是有很多疑点，他为什么都不记得呢？他是失忆了，他觉得有一段记忆丢了，但是为什么丢不知道。现在，所以刚才郝维熙的这个视频，我觉得非常奇怪。在我告诉他小海坠海之后，他还发这么一个悠闲的音乐，伴随的这么一个 vlog， 我也是不是很懂。而且我太爷为什么画那张画上就有创可贴？观察尸体的这个情况下，他摔死，他应该有摔痕吧？确实，他勒着了就是你们说吧，那只手我们是没有劲儿的，那肯定他用个什么装置给他挂在那儿嘛。他这手上起码得有一点吧？你现在什么都没有，是吧？我看，哎呦，我看了，什么东西？他不是真大浪，你不是真大浪。你根本就不是真大浪，根本真大浪是这不行，很像那这不是他，所以这个是真的真大浪。你是谁？你怎么完全不知道自个儿是谁啊？我们都是爱小海的人，但是美好的那些过往一去不复返。这份感情一直忘不了，所以对我来说是很痛的。
人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就注定一辈子要待在这个岛上。光从我的世界消失了。怎么过了10年，大家都这么不开心了？唉，变成这么阴湿的一个故事。我们越爱他，有人暗中调查10年前的真相，越容易存在杀机。哎呦，大家成为了杀害甄大浪的犯罪嫌疑人。我们45，所有人都在那儿，他是45掉下来的，我们是不是有不在场证明？他是怎么能够做到让他准点45分掉下来？我们脑海当中碎片式的记忆拼凑成了这记忆空间。船是不是回来了？哎，那个船回来了啊，这个不一样了。他带了这2天新加的记忆。凶手想要在10年之后同样的时间节点，用同一种方法，那是啥？把同一批人杀害。慢点，哎，何尔小心！我们的第一重梦境结束了，现在进入第2重梦境。世界本浑浊，醉与爱同歌，人人有话说，你们呢？美丽的花。本节目由外星人维 C 水独家冠名播出，满足每日100%维 C， 就喝外星人维 C 水。华为 Mate 80探案神器，全能 Mate 你的 Soul Mate。感谢华为 Mate 8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看大侦探，追剧情，玩百变大侦探更上瘾。本节目由剧本杀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小不米让爱与科技一同成长。本节目由松岩动力赞助播出。上小芒搜真小宝，进入专题页 ，get 同款娃娃。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大侦探11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点，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大侦探官微，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花絮。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途家、YY 直播、映客直播、讯飞输入法、长腾密室、长腾鬼笑、异次元密室。